也欢迎收看 Wally Global。今天为大家带来过于配音版本的影片，那川普总统在密歇根发表的白日市政演说全文。本片提供多过于配音及多于字幕，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了解这场演讲的内容与背后意义。那在这次内容广泛、立场鲜明的演讲中，川普总统讲述了他的执政重点，包括边境安全、经济振兴、打击通胀，以及面对政治对手的态度。无论你是否支持他，这都是当代美国政治的重要一课。如果你觉得这段影片有帮助，欢迎你按赞、留言分享你的看法，订阅 Wally Global，并转发给朋友，让更多人一起了解世界大事。好了，我们立即进入今天的主题配音影片。非常感谢，你好，密歇根，你好，我们爱你，密歇根，我们爱你。我们刚刚在密歇根取得了最大的胜利。他们说，先生，这会很难。好吧，我们赢了2次，我们实际上赢了3次。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但我很高兴回到这个美丽的州，我爱这个州。很多汽车工作机会即将到来，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公司一个接一个进来，成群结队。你必须看看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想回到密歇根再次制造汽车，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的税收和关税政策。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纷纷前来，正在开设公函。他们整天整夜与我们交谈，他们想来这里，他们正在前来。进入的规模是你们前所未见的。我想感谢汽车工人的支持，这太棒了，让我很高兴能回到这个美丽的州，与成千上万自豪、勤劳的美国爱国者在一起。今晚我们在我们国家的心脏地带，庆祝我们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政府的寿100天。根据很多人的说法，这就是事实。他们说，这是历史上任何总统100天以来最好的开局。每个人都在这么说。我们才刚刚开始，你们还没见到什么，才刚刚开始。每个星期，我们都在结束非法移民，我们正在夺回我们的工作岗位，保护我们伟大的美国汽车工人。坦率地说，保护我们所有的工人。我们正在保护我们所有的工人。我们正在恢复法治。以前的那个疯子是法治荡然无存了。那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当上总统的？有人能解释给我听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朋友特朗普的黑人支持者。我喜欢这个家伙。他追随我，他追随我。我们爱你，你们整个团队多年来一直非常支持。我想谢谢你。我想每个人都认为我付你很多钱。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我就是喜欢他，所以非常感谢你，谢谢他们所有人，伙计们，感谢他们所有人。但我们正在结束通胀噩梦，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可能最糟糕的情况，把觉醒狂热和变性疯狂从我们的政府中去逐出去。我们正在停止对孩子们的洗脑，学剑术是1美元的浪费。欺诈和虐待，最重要的是，我们正在拯救美国梦，我们正在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也正在快速发生。在过去的14周里，世界目睹了一场长时的革命，这就是全部真的。我们是保守的，你是保守派，你是自由派，无论是哪一派，你知道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吗？是尝试仔细想想，我们支持尝试，我们喜欢坚固的边界，我们喜欢良好的教育，我们喜欢低利率，我们喜欢能够买到漂亮的汽车，如今可以扣除贷款利息，这从未发生过。在此之前，我们希望拥有强大的军队，我们希望的税收，你知道，民主党竞选时说我们会提高你的税收，这是第一次。你知道，我其实在这方面没干多久，和很多人相比，他们干了很长时间了。他们说你成了总统，我就是出不了国会，而有些人甚至连国会都进不去。
但是你知道，我从事这行的时间不长，但我一生都在观察。我从没听过有人竞选是说他们要增加税收。过去总是我们会减少你的税收，民主党、共和党，现在他们说我们要增加你的税收。如果我们的法案没有通过，共和党人我们几乎100%是共和党的支持，但如果能有几个民主党人，那就更好了，只是为了确保。因为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个爱出风头的共和党人，我们有一些爱出风头的人，但每隔一段时间呢，不多，真的不多。但记住那些哗众取宠的人是谁，把他们赶出办公室，好吧？你会这样做吗？特朗普2024。扣他们出局。你知道他们这么做，道德上他们在道德上很糟糕。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如果你不明白，你将面临历史上最高的增税，而不是历史上最大的减税。如果民主党人在这个法案上获胜，你会面临58%的增税。你想这样吗？这些都是民主党人，但我从未见过，多年来他们都在竞选，我们会提高你的税收。我说，这个地方已经，这个国家已经疯了。今天他们又这样做了。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约翰詹姆斯，他是个议员吗？这个人，他说，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开始弹劾他拿的特朗普。我做了什么？又来了，他们想弹劾我。这个疯子，这个疯子，他上台了。其实呢，我把电视音量调得很低。我对我们伟大的第一夫人说：“听着，我是不是刚听到我又被弹劾了？不过我们对此已经很熟悉了。”不，他们彻底疯了。这些人，你知道吗？他们也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甚至不能告诉像那个说这种话的傻瓜这样一个疯子。然后还有另一个总是拄着拐杖的人，他总是在弹劾，他举起拐杖，他总是弹劾。但他们对这些人没有控制，他们没有控制权，原因是他们失去了信心。作为一个政党，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他们没有候选人。而且你知道的吗？当他们说波尼的时候，波尼可能是他们最好的那个。顺便说一下，他比我大约7岁，或者是8岁。有一件事我得给他点面子，他是个疯子，但他还是挺敏锐的。他和 AOC 加上3个人一起到处乱跑，你知道的，那3个跟着他。他们坚持着一点点，他们坚持着一些小事情，他们也得到了一些人群。他们说，人群真是，我们的人群比他们的人群大得多，他们的人群很小。如果我有他们最大的人群那么小的一个，人们会说，特朗普完了，他是去茉莉了。但这很棒，外面所有的人，我们爱你们。我们放置了屏幕。我们正在从那群用出卖美国和榨干美国致富的病态政治阶级手中夺回我们的国家。我们不会再让这种情况发生。对，我们有4年非常好，我们拥有我们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股市上涨了80%，我们干得不错。而且我们现在会做得更好，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学到了一点东西。多年来的领导人把你们的钱用来保卫遥远外国的边界，这就是我们以前做的。我们为其他国家而战，却不为自己而战。现在你们终于有一位捍卫我们边界和国家的总统。经过1末年，在几10年来那些为了建设北京而会掉地特律的政客之后，你终于有了一位为白宫工人代言的人。而且我不是把中国放在首位，而是把密歇根放在首位，把美国放在首位。在那些未经过选举的官僚道取你的薪水、攻击你的价值观和践踏你的自由的漫长岁月之后呢，我们正在制止他们的轻松发财路，终结他们的权力狂欢，告知成千上万腐败、无能、不必要的深层政府官僚。你被解雇了，赶快滚出去！你被解雇了，滚出去！在100天内，我们在华盛顿实现了近100年来最深刻的变革。我今天读到一篇社论，说这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任期，你觉得怎么样？而且这甚至不是由通常会支持我们的一群人做出的。
我认为这是一群倾向于自由派的人，但他们说这是最重要的。选举11月5日，这一切都改变了。你再看看，等你听到这些数字，但这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选举，真是件好事。我打算重新订阅那份报纸，即使我不常看，我也会订阅。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赞美，尤其是来自他们。他们知道我在说谁。我们正在结束特殊利益集团和激进左派疯子的长期统治，我们正在迎来美国的黄金时代，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对吧？前排的桥，看看你，前排的桥，我想念你们，我想念竞选活动。我可也想。你没变，保持工作。你好像瘦了几磅，他可能开始锻炼了。你好像瘦了几磅，你看起来不错。我这里有花二先生，这个家伙，你参加了多少场集会？就像几百次，我们喜欢他。这个枪总有一天我要拿到那套西装，然后穿上台。我们很感谢你们，伙计们，太好了，谢谢你们。你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女士团体，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这里，但我们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女性团体，一个很大的团体。大约50位最美丽的女性，她们参加了129次集会。我想她们也是幸福的已婚人士，她们就是一直不停地参加集会，但她们很棒。在北卡罗来纳州，我们1大比分获胜。这一种转变在我们的南部边界有危显著，你们已经看到了在你们的南部边界发生的变化。尔克水桥曾说这不可能发生。特水的桥，这位历史上最差的总统说这不可能发生。上届政府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边境入侵，允许帮派、贩毒集团和恐怖分子渗透到我们的社区中，强奸和谋杀我们的公民。这已经算是说的客气了，实际上这已经是算客气了。他们是最糟糕的，但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自豪地报告，这种可耻的背叛已经结束，并且我们已经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边境。在美国历史上，连续2个月，我们现在创造了历史记录。这是通过媒体加新闻媒体，大多数都是假的。我们创造了有史以来非法越境人数最低的记录。想想看，有史以来最低。进入美国的非法越境者数量减少了，请听我说，99.999%。想想看呢，就是9.999%。3个人进来了，3个。我非常生气地对 Tom Homan 说：“你怎么允许3个 ？Tom？” 我打电话给 Christy Noem 做得很好 ，Tom Homan， 我说你怎么允许3个人？现在呢，他们为了医疗原因允许少数人入境。说实话，他们总有几个人，病得很重。那些入境的人确实病得很重，我们必须照顾他们，但人数很少。不过与上届政府的成千上万相比，只有3个人入境。上届政府每个月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拜登根本没有控制，谢天谢地，他任命了一位出色的边境撒谎，对吧？卡马拉，他是一个很好的候选人，他非常出色。瞧，拜登落后了35个百分点，辩论对他来说不太好。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不参加辩论，我可能会做到底。”他落后了35个百分点。他们决定取代他，这从来没有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必须打败2个候选人，所以他落后。这就像你在一场战斗中 ，UFC 的大诺怀特，你在战斗中你把对手打得很惨，他们说让我们换一个战斗员，这就是发生的事情。我对他一无所知，他是副总统，但没有人知道他的任何事情。尽管他被任命为边境事务主管，但他与边境毫无关系。
那些伟大的人，所有伟大的人，保罗和所有边境巡逻人员，他们从未和他谈过话，从未听说过他。4年来，他从未前所未有出现过这样的差异。现在的边境和仅仅6个月前的边境之间的差异。所以我想说，恭喜你，美国。这个时候到了，如果我们没有赢得2024年的选举，听起来不错，对吧？我们赢得了24所有的战争。记住，民主党此刻会引入下一波1000万的入侵者，并给予3000万到4000万非法移民以特赦，其中很多都是罪犯，坦白说，还有很多是杀人犯，以及绝对最高级别的犯罪分子，真正的批人。仅仅10几年的时间，或者甚至几个月，美国自己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第3世界国家。我们曾经那正在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本来会成为一个第3世界国家。我告诉你，如果这些家伙赢了，如果这一群激进的疯子赢了，顺便说一句，拜登，我们发现操控自动臂的人才是真正的总统。拜登对此一无所知。你知道，他有一群非常聪明的激进左翼人士，还有一个女人，一个特别的女人，非常非常聪明的人。这些人不是愚蠢的人，他们是病态的人，但不是愚蠢的人。他们非常聪明。他们最擅长的是在选举中作弊，他们在选举中作弊，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作弊非常厉害。让我告诉你，他们试图在这次选举中作弊，但我们记得吗？太大了，无法操控，太大了，无法操控。他们是过了。我看着那些数字，我们有埃隆在我们这边，埃隆是个聪明的人。埃隆和我们在一起，埃隆马斯克，我和达纳怀特还有埃隆马斯克坐在一起。我在看宾夕法尼亚州的数字，我们赢得很轻松，然后突然之间他就平了。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我觉得他们又在作弊，看看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我觉得他们又在作弊。然后埃隆看着我们，他说不你会赢的，他们只是还不知道。大约是5分钟后，我们赢了，你知道吗？有点疯狂，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会赢的。他们只是还不知道，但你知道吗？我们让它太大了，无法操控，太大了。从第1天开始，我就部署美国军队来防御我们的国家，抵御入侵我们的边界。我关闭了所有移民航班。还记得我们谈到人们进入时，他们试图否认，好吗？所以人们不断涌入，他们说不，我没看到任何人。这就想怎么回事？但后来我们看到飞机从头顶飞过，我们说那些飞机到底在干什么？巨大的波音757直接从头顶飞过，载满了人。我说那些飞机到底要飞到哪里去？他们装载找非法入境的移民，由美国政府出前程飞机进来。我告诉你，他们真是病了。他们是，你记得那天吗？那天我们发现，不仅要在这里捍卫它，我们不仅要在水中捍卫它，但我们必须在空中捍卫它。飞机正从我们上空飞过了。我说那到底是什么？我禁止所有对非法移民的福利，并签署了一项终止非法移民子女自动公民身份的命令。外星人没有公民身份。多年来，乔拜登和媒体告诉我们，组织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是绝对不可能的。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不知道别人到底在说什么。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总统没有权利停止所需的立法行事，他需要立法，他没有权利得到它。但结果发现我们只需要一个新总统。在上任后的几天内，我签署了莱肯莱利法案。莱肯莱利，美丽的莱肯莱利，他被移民非法移民残忍地暴力地杀害了。Yes 让我签署了莱肯莱利法案，以便加速驱逐危险的犯罪外国人。必要时，我们必须将他们监禁，我们不能冒险让他们再次回来。最近几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他们很棒，这些人是伟大的，逮捕了数十名儿童强奸犯以及杀人犯、绑架犯、毒贩和小偷，还有坦白说来自精神病院的人。
我们已经让步指定了6个知名的墨西哥贩毒集团为外国恐怖组织，我们还制定了2个失血的跨国帮派 ，MS-13 和阿拉瓜列车 （TDA）。他们被指定为最高级别的恐怖分子，这让我们可以做很多通常无法做到的事情。我们必须在他们杀更多人之前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已经杀了很多人。我的政府增加了一支和疑似恐怖分子的逮捕行动，通过655%，这可以吗？我们是图让这个数字更高，但法院一直给我们制造麻烦。你能相信吗？你知道，我赢得选举，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非法移民和边境问题。那些从世界各地涌入我们边境的人，他们真的是非常不好，在很多情况下极其糟糕的人。我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法院正式图说那不重要，我认为这不会被允许。民主党人已经发誓了进行大规模入侵和大规模移民，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驱逐行动，很快就会实现。最差的罪犯被送到一个不讲情面的监狱，在萨尔瓦多。你为什么不看看？看这个，看这个，所以，在特朗普总统任内，
美国不再是罪犯的倾倒地，他们甚至不再试图进入。但当我们努力保护美国人时，基座的民主党人也他们对这个国家非常有害，正在努力保护贸易、发展署和 MS-13的罪犯。你甚至不知道那个是更糟糕的事，但他们却是顶级人物。多年来，民主党政客对这些怪物强奸和屠杀美国女性和女孩没有提出一句抗议。他们被强奸和屠杀，你甚至都不想听到的数字。但是当我们试图去助他们时，激进的民主党却急于为这些世界上最暴力的野蛮人辩护。究竟是谁会投票给这些人？他们飞速奔向法院帮助他们，但这不是人民想要的，这不是他们一创纪录数字投票支持的。我赢得了选举，我们赢得了每个摇摆州，我们赢得了普选，并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就在这个月，2名属于 Trinidad 的委内瑞拉 TDA 成员在华盛顿州英邦家一名58岁女子被捕，并用电钻穿透她的手，为了勒索她的银行账户信息，开枪射击她，留她等死。奇迹般地，她活了下来，但她感觉不太好。今年1月，芝加哥的一名 Trinidad 成员绑架了3名女性，把她们带到小巷里，排成一排，每人都被射中头部，她们都死了。联邦调查局最近评估，这些恶行团或是有委内瑞拉的外国政权派遣，已在美利坚和中国制造暴力和不稳定，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这不仅仅是公平地说，不只是委内瑞拉，这是遍布全世界的，到处都是。他们从刚果进来，他们从非洲进来，刚果他们把监狱都清空了，进入我们的国家。但他们来自非洲、亚洲、南美，他们来自全球各地，欧洲不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援引帝国一族法，尽快将每一位外国恐怖分子去逐出我们的领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声称我们不是同样的人，而我们不能再这样忍受了。他们声称我们无权驱逐非法移民，而正是他们策划了长达8年的行动，来监禁他们的政治对手。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想关押，他们想要监禁，这就是他们能做的，把他们的政治对手关进监狱。他们对人们所做的是一种耻辱。现在他们来追我们，你们为什么对他们不好？你们为什么对他们不友好？他们试图监禁你们的总统，他们试图监禁除了那些真正勇敢的少数几个非常优秀的法官，你知道，我们本可以从牢房的另一边打电话给你们，说莫伙计们来点抗一把，来点抗一把。但是他们为暗杀首席执行官欢呼，洗劫我们的城市，迫害我们的财产。他们试图监禁我们的政客，并试图监禁很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调查。这些人是罪犯，如果他们如愿以偿，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第3世界的地狱。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驱逐入侵，这不仅是竞选承诺，也是我作为总司令的神圣职责。我有责任去做，拯救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到了，尽管有那些虚假的民意调查，你知道他们做这些民调是采访的民主党人员多于共和党人，我这几天看到的。我让他们检查过，他们在民调中更加频繁地采访民主党人，民主党人的采访数量很大，而共和党人的数量则很小。他们说特朗普只有14%的支持率，实际上这不算差。但如果你考虑到这个民调是合法的，那支持率应该是60%或者70%。这些人真是一群狡猾的人。不，他们采访了比共和党人更多的民主党人。换句话说，他们做民意调查是采访的是民主党人。他们调查民主党人，然后他们说他们尽量压低他，就像他们写批新闻一样。97%的关于我的报道都是负面的。我想其中是负面的，但我们还是以压倒性优势赢了，因为他们毫无信誉。而且我们不能允许
少数的共产主义基金作为法官阻碍法律的执行，并承担本应属于美国总统的职责。法官们正试图剥夺赋予总统的维持国家安全的权利，而这不是件好事。但我希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最高法院会拯救这一切，因为我们必须做些什么。这些人只是想要摧毁我们的国家，在这个使命中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去再次确保美国安全，这非常简单，再次确保美国安全。我们的头100天也在击败拜登的通胀灾难，将工作和财富带回美国，带回密歇根的战斗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好的，我们想把他们带回来。例如，自从我上任以来，鸡蛋的价格下降了87%。现在，对吧？你们记得几个星期前，感恩节之前，我们之前听说过，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感恩节之前我听说过，然后我听说我不再是总统。这个家伙勉强是总统，没人知道他是总统吗？到底谁是总统？到今天我都说是那个操作自动签名的人，但我能知道什么？但我听到了关于鸡蛋的消息，然后突然之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选举胜利后，在我就职的第1周，他们就开始冲我喊鸡蛋价格怎么办？鸡蛋，我说我才来了6天，我在那里挨了6天。我说鸡蛋怎么了？他们说鸡蛋的价格飞涨，你复活节都买不到。所以我任命了非常能干的布鲁克·罗利斯，他是我们出色的农业专员，你在密歇根认识的。我说布鲁克，我才在这里待了6天，也许更少，也许5天，也许4天。但这是我的第1周，我说 Brooke， 你得帮我快被鸡蛋搞死了。鸡蛋到底怎么了？他说你买不到，价格暴涨，看起来我们复活节会有大问题，你不会有鸡蛋。我说布鲁克，这在政治上听起来不太可行，这听起来不太好，因为没有人会相信当你出去说这是瞌睡瞧拜登的错，所以布鲁克你必须开始行动了。布鲁克拜托，而他做得很好，你在复活节有很多单，价格从那时起下降了87%，价格正在大幅度下降。你知道假新闻不说，他们说他承诺，现在我承诺安全的边界，我承诺各种事情，但他们说他承诺降低价格。好吧，我已经做到了。他们试图说价格上涨了，你的能源、你的汽车、你的汽油。他们这个星期有3个州，几天前每加仑$1就是8美分，所以汽油价格大幅下降，能源价格下降，抵押贷款利率实际上刚刚下降，厨房药价格刚刚出现有史以来最大的月度下降。怎么样？记住你听到的。厨房药价格刚刚出现了自价格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价格基本上一直在上涨了。除了我执政的4年期间，他们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是我们必须了解那个系统，那个系统是个糟糕的系统。但是他们刚刚采取了最大的厨房药价格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下降。想想看，这是一件大事。我的一边又一边地说，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一点。假新闻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一点。食品杂货价格下降了，一切都在下降，但我却在 MSDNC 上看到一个人，我认为那可能比 CNN 还要糟糕，可能更糟糕，可能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更糟糕。但是我看到那个可怕的主播，这些人怎么找到工作的，我都不会雇他们做最简单的杂物。但我看到这个人，他竞选是承诺降低价格，每个价格都降低了，我该怎么办？我意思是想一想，汽油不久前几乎是4美元，而现在麦克，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州1块9毛8，想一想，他们在说，你知道吗？通货膨胀基本上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尽管我有一个美联储的人并没有真正做好工作，但我不会这么说。我想要非常友好，我想要对美联储非常友好和尊重。
你不应该批评美联储，你应该让他自己做自己的事。但相信我，我比他更了解利率。核心通货膨胀率已达到4年来的最低水平。上个月，我们的消费者价格出现了自疫情以来的最大降幅。这一切都在100天内完成。想想看，这些都是在100天内完成的。但当你看假新闻时，你会看到假民调，他们调查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民主党人不会说我要投票给特朗普，我们仍然得到了45%、44%。但是在合法的民意调查中，我认为我们在60%，我真的觉得我们在60%或70%左右。在3个月内，我们创造了35万个就业机会。想想看，首次在今的记忆中，本土出生的美国人的就业增长现在超过了外国工人的就业增长。没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次。美国人现在比外籍工人过得更好。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这没问题。我希望外国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过得好，但这没问题。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我们正在削减创纪录数量的扼杀就业的法规。我们打破了在这方面4年第1届政府，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削减的法规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包括2届任期的总统，包括罗斯福，他的任期超过2届。在一个任期内，我们削减的法规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现在是我们的第2个任期，而且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胜利非常重要，因为假新闻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你必须连任2届。所以现在我们要连任2届。现在他们已经把那个拿走了，划掉，对吗？对吗？奥兹博士把那个划掉，把那个划掉。他们一直这样说。当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会说：“好吧，他们是这样说的。”谢谢，谢谢 Siam。但是，当我们努力保护美国人时，极端左翼民主党人，他们对这个国家非常有害，却在努力保护 TDA。你们刚刚看到了，还有 MS-13的罪犯，而你们甚至不知道那个是更早，但他们是定级的。多年来，民主党政客对这些怪物强奸和屠杀美国妇女和女孩一声不吭。他们被强奸和屠杀，用你甚至不想听的数字来描述。但是当我们试图驱逐他们的时候，激进的民主党却急于为地球上一些最暴力的野蛮人辩护。谁会投票给这些人呢？他们赶往法院帮助他们，但这不是人民想要的，这不是他们一创纪录的数量投票支持的。我赢得了选举，我们赢得了每个摇摆州，我们赢得了普选，并获得了312张选举人票。就在这个月，2名来自 TDA Trendy Aragua 的委内瑞拉成员，在华盛顿州北部英镑加了一名58岁的女性，并用电钻穿了她的手，只说她的银行账户信息，开枪射击她，让她等死。奇迹般地，她幸存了，但她感觉不太好。今年1月 ，Trendy Aragua 组织在芝加哥的成员绑架了3名女性，把他们带到小巷里，将他们排成一排，并朝他们的头部开枪，他们全部遇害。联邦调查局最近评估，这些凶残的团伙是由委内瑞拉的外国政权派来，在美利坚和中国制造暴力和动荡，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不仅仅是实事求是地说，不仅仅是委内瑞拉，这是全世界的问题，遍布各地。他们从刚过来，他们来自非洲。刚过，他们把监狱里的人都放到我们国家，但他们来自非洲、亚洲、南美洲，他们来自各个地方，欧洲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援引外地法，尽快将每一个外国恐怖分子驱逐出我们的土地。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声称我们不是同样的人，我们不能再忍受这些废话了，我们不能。他们声称我们不允许驱逐非法移民，他们才是那些策划了长达8年运动以监禁他们
政治对手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们想监禁，这就是他们能做的一切，监禁他们的政治对手。他们对人们所做的事情是一种耻辱。现在他们来找我们，你们为什么对他们不友好？你为什么对他们不友好？他们想把你的总统关起来，他们试图关起来。除了少数几位非常优秀法官的真正勇敢之外，你知道，我们本可以从监狱那头给你打电话，说伙计们来点抗议怎么样？来点抗议怎么样？但是他们为此撒手西执行官欢呼，洗劫我们的城市，摧毁我们的财产。不少他们试图监禁我们的政治家，并试图监禁许多人，其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被追。这些人是罪犯。如果他们的城，我们就会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地狱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清除入侵者不仅仅是竞选承诺，这是我作为总司令的神圣职责。我有义务这样做，拯救我们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到这些，尽管有那些假民调，你知道他们做这些民调是采访的民主党人员多于共和党人的，我这几天看到的。而我让他们检查过了，他们在民调中采访的民主党人员多于共和党人，他们大量采访民主党人，而共和党人则少量采访。他们说特朗普只有44%的支持率，其实这还不错，但如果是个合法的民意调查，支持率会在60%或70%。这些人都是一群骗子。不，他们采访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多。换句话说，他们进行民意调查时采访的是民主党人，他们调查民主党人，然后他们说他们尽量压抑他，就像他们写屁股诗一样。关于我的故事中有97%都是负面的，想想看，其中负面报道占很大比例，但我们仍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因为他们没有可信度。此外，我们不能允许少数共产主义激进做依法官方爱法律的执行，并承担本属于美国总统的职责。法官们正试图夺走手与总统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权利，并且这不是一件好事。但我希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最高法院会挽救这一局面，因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这些人只是想摧毁我们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完成任务再次的保卫美国安全。很简单，再次的保卫美国安全。在这周，我们的前100天也在与拜登的通货膨胀在难做斗争中取得了历史性成果，并将就业和财富带回美国，并带回密歇根，好吗？我们想带回他们，例如自从我上任以来，鸡蛋的价格下降了87%。现在，对吧？你还记得几周前感恩节前我们之前听说过，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在感恩节前我听说过然后我听说我不是总统。这个家伙几乎不是总统，没人知道他是总统吗？到底谁是总统？到今天我说是操纵自动钱冥币的那个人，但我知道什么呢？但我听说有关于鸡蛋的事情，然后突然之间我们有一个伟大的选举胜利后，在我上任的第1周，他们开始对我大喊鸡蛋价格怎么回事？鸡蛋，我说我才在这里6天，我只在这6天。我说蛋有什么问题？他们说蛋的价格大幅上涨，你们复活节都没办法吃到蛋。所以我安排了一位非常能干的布吕克·罗林斯，他是你们在密歇根认识的优秀农业专员。我说 Brooke， 我才来了6天，甚至可能更少，可能是5天，可能是4天。但这是我上任的第1周，我说 Brooke， 你得救救我，我快被鸡蛋的问题弄死了。鸡蛋到底怎么了？他说你买不到蛋了，价格飙升，好像我们复活节会有大麻烦，你不会有蛋了。我说布鲁克，这听起来政治上不可行，这听起来不太好，因为当你出去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我说这都是昏昏欲睡的乔拜登的错。所以布鲁克，你的动起来，拜托你了。而他做得很好，你们复活节有了很多鸡蛋，价格比那时下降了
87%，价格正在大幅下降。你知道假新闻没有说？他们说他承诺，现在我承诺安全的边境，我承诺各种事情，但他们说他承诺把价格降下来，好吧？那就是我已经做了。他们试图说价格上涨了，你的能源、你的汽车、你的汽油，他们这个星期有3个州，几天前每加仑价格是$1，98。所以呢，汽油价格大幅下降，能源价格也下降了。抵押贷款利率实际上刚刚下降，厨房要价格刚刚创下有史以来最大月降幅，怎么样？记住你听到的，厨房要价格刚刚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降幅，价格基本上一直在上涨，除了我在任的4年，他们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是我们的了解那个系统是个屁系统。但是他们刚刚才去了最大的有史以来厨房要价格的最大跌幅。想想看，这是件大事。我的一遍遍强调，因为他们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假新闻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食品杂货价格下降了，一切都下降了。但我在 MSDNC 上看到这个人，我认为这可能比 CNN 还糟，可能更糟。可能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要糟糕，但是我看到这个真的很可怕，真的很可怕的主持人。这些人怎么能找到工作？我不会雇佣他们做最简单的工作，但是我看到这个人，他宣称要降低价格的，每个价格都下降了，我该怎么办？我的意思是，想想看，汽油价格不久前几乎是$4，而现在麦克我们在很多州刚刚到了$1，就是$8分。想想看。他们在说，而且你知道吗？通货膨胀基本上下降了，利率也下降了。尽管我有一个联邦储备的人，没有真正做好工作，但我不想说这个。我想非常友好，我想对联邦储备非常友好和尊重。你不应该批评美联储，你应该让他做自己的事情。但相信我，我对利率了解的比他多得多。核心通胀已达到4年来的最低水平。上个月我们经历了自疫情以来消费者价格的最大降幅，这都是在100天内完成的。想一想，这都是在100天内完成的。但当你观看假新闻时，你会看到假民调。再一次，他们对更多的民主党人进行民意调查，而不是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不会说我会投票给特朗普。我们仍然得到了45%、44%，但根据合法的民意调查，我认为我们在60%左右。我认为我们在60%、70%上下。在3个月内，我们创造了35万个工作岗位。想想看，在近期记忆中，美籍出生的美国人获得的工作增长首次超过了外籍工人的工作增长，这是自何时以来首次发生的情况，甚至没人知道。美国人现在比外国工人表现得更好，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这没关系。我希望外国人，我希望每个人都好，但这没关系。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我们正在削减创纪录数量的扼杀就业的法规。我们在4年第一届任期呢，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们削减的法规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任期2届的总统，包括比2届还多的罗斯福。在一个任期内，我们削减的法规比历史上任何总统都多。现在是我们的第2个任期，而且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赢得这么重要？因为假新闻曾经说过，要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你必须仁智谅解。所以现在我们讲仁智谅解，现在他们已经拿走了那个，划掉，对吧？奥兹博士，划掉那个。不，他们一直说。当我出去时，他们会说：“好吧。”他们会这样说。这个，谢谢您，先生。太棒了，谢谢。好人。他是个很棒的人，你知道的。他从第一天起就在我身边。2015年、2016年之前，他从第一天就在那里。他动了。他说：“我们的汽车工业正在衰退。”这真的是他关心的。
他说：“我有那么多朋友，他们被解雇了，太可怕了。他们像美食一样解雇我们，业务全部转移到了中国、日本，还有世界各地的国家。他们在解雇我们，先生。”然后他说：“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他是最早明白这一点的人之一。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数字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将再次成为世界第一。没有人能相信，因为我们被这些操纵整个事情的国家打压的厉害。他们拼命斗争，他们很聪明，他们的产品不错，但我们的产品会好得多。我们要做一些没有人相信的事情，而他从一开始就看到了。所以我很感激布莱恩，他在一开始就在那里。我喜欢那些从一开始就在一起的人，我喜欢那些早期的人，这些人就在那，他们也从一开始就在那。不，你会看到数据，你已经看到他们了。看，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本田汽车进来了，他们正在进来，他们不能让我们让他们在这里造车，我们不希望他们建造在日本建造，我们爱日本，我们不希望他们在日本建造，我们希望他们在这里建造，我们希望中国也在这里建造，我们希望他们都在这里建造。这就是他们40年来对我们做的，他们榨取了我们。现在我们对他们这样做，比他们梦寐以求的水平还要好。为了进一步中坚我们国家的工业基础，我对外国铝和钢振收了25%的关税，这让我们的钢铁还继续运转。我做到了这一点。如果我没有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就对钢铁这么做的话，如果我当时没那么做，现在美国就没有一个钢行，大家都知道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我也对洗衣机采取了措施。这就是为什么我问那些人，惠而浦他们原本要关闭，他们陷入了严重的麻烦。我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倾销家电，我实行了50%的关税，原计划提高到100%，他们甚至不用费心。转眼间，他们变成了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他们准备关闭。第一任期早期，他们带着泪水来到我的办公室。现在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进行，结果将会更好，甚至更好，因为我们在贸易上被朋友和敌人所滥用。在很多情况下，朋友对我们的滥用比敌人还要多。所以我只是想告诉你们，你们很快就会为这个国家感到非常自豪。通过我的中国关税，我们正在结束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工作强度。中国从我们这里夺走的工作，比任何国家从其他国家夺走的都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跟中国相处，我们会和中国相处。我的意思是，他们的关税现在是145%，所以本质上，我儿子。这和令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我认为会有好结果。他们想达成协议，我们会达成协议，但这会是个公平的协议，不会像他们和拜登那样一年预损1亿美元。那家伙太糟糕了，他太糟糕了。在拜登时期，记住这一点，我们每天在贸易上损失50亿美元，而现在我们在赚钱，我们实际上在赚钱，而不是。你知道5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吗？想想看。麦克，你要做多少个柱子才能预掉50亿美元？你可以做1000年。不，我们每年预算50亿美元，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赚钱，关税甚至还没有真正生效。汽车的25%关税已经开始了，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你会自己造车，我们不需要从外面进口汽车。当他们说，先生，我们想给你发送很多汽车，我说，我们真的不需要你们的汽车，我们真的不想要，我们想制造自己的汽车。这包括加拿大，包括墨西哥。他们已经采取了巨大的行动，然后加拿大拿走了我们业务的大量份额，加拿大大约拿走了42%，墨西哥是32%，他们拿走了我们32%的汽车生产。我们不希望他们拥有那个，我们要那个。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我们为什么要每年补贴加拿大200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要每年补贴墨西哥3000亿美元？这没有理由。我很自豪能成为工人的总统，而不是外包的总统，一个为普通民众。而不是华尔街站出来的总统，你知道吗？我喜欢华尔街，我喜欢华尔街。我在华尔街有一栋漂亮的建筑，华尔街40号，知道吗？想要点空间吗？我可以很快给你腾出一些空间。现在我在华尔街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之一，但我仍然喜欢租界，因为你们是租界。我希望租界优于华尔街，而我们呢，想保护中产阶级，而不是政治阶层。就这样，我做这个还不久。我们想保护我们的人，你知道这是最伟大的。当你想到这一点时，看，我们在这里，这甚至不像选举，这是选举之后。你们在塔瓦木也有这样的观众。我们将去阿拉巴马大学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他们刚刚打电话来说，
这将是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最大人群，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人群。而且我站在西点军校举行，他们也说了一样的话。我们爱西点军校，我们爱阿拉巴马大学，我们爱阿拉巴马州。你知道我在阿拉巴马州赢了多少吗？大约50个百分点。所以当他们打电话来问我，你想演讲吗？我说好吧，我回去。但他们告诉我，这次可能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观众，可能会是4到5倍。谢谢。由于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和我们的政策，数百亿美元现在正因为尝试涌入美国，就是尝试。苹果这个伟大的公司过去在中国生产一切，现在他们刚刚宣布要投资5000亿美元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我的朋友来自 NVIDIA 的 Jensen， 他们正在花，你知道 NVIDIA 是什么吗？他们花了5000亿美元 ，TSMC 全球最大芯片制造商，远远超过其他公司。来自台湾，他们在美国投资2000亿美元，亚马逊210亿美元，强生550亿美元 ，The Mac 200亿美元，默克 Stellantis 通用汽车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还有许多其他公司。由于我们的政策，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更多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错误的方向。他们有一个民调，一个疯狂的民调，也可能是一个假的民调，所以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但是第一次，我想从来没有他们说国家正在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从未发生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在3个月内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数政府在4年甚至8年内取得的都要多。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相信我，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很高兴有一些伟大的人加入我们。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人，假新闻针对他，真的是在针对他，但他是个很坚韧的人。他们不知道他有多坚韧。国防部长皮特·赫格是他的。特朗普。皮特，哇，那挺不错的。Houthi 怎么样？不太好，对吧？他们不行。我们的新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的管理员，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但是你知道，节目很成功，但有时候有点是节目会伤害你的形象。他是顶尖的，我是说他去了哈佛。我不应该再提这一点，因为那曾经是好事，如今这已经不算什么了。但他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成绩最好，顶尖医生，一切都是顶尖。他是医学界最聪明的人之一，也是大明星 Mehmet Oz 博士。Oz 博士，谢谢你，博士，谢谢你。今天等待的一名男子刚刚来到这里，他全身汗水和污垢。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他跑进了大楼，因为他想在国会投票。我听说我们通过了投票。约翰·詹姆斯大声是吧？谢谢你能来这里。他想夸他的投票。我说约翰，帮我个忙，留下来投票。我们投票实际上是关于那个美丽的、漂亮的、巨大而美丽的法案。我说，你知道，我非常希望你在那里，在你的投票，请。所以非常感谢你，约翰，很好工作。密歇根州众议院议长马特·霍尔，马特，谢谢你，谢谢你，马特。密歇根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埃利克·内斯比特。谢谢你，埃利克，非常感谢。密歇根州共和党主席吉姆·鲁纳斯特，谢谢你，吉姆干得好，领带很好看。谢谢你，吉姆干得很好，他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我的意思是我们取得了如此成功，你知道的，2020年我们有很多票被偷了，然后这个家伙出现了，他们没有从他的州被卡罗来内州偷走他，我告诉过你，但他们没有偷走他，他有601名律师，他们在每个投票处都有律师。我说那个人是谁做得这么好？因为我们赢得了那个州，其他州呢？你知道他们在最后时刻勉强胜出，可是这个家伙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他的名字是迈克尔·沃特利，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现在他是共和党的领袖 RNC， 而且他很棒。我必须告诉你，他和一个很棒的女人合作过，就是我的儿媳 Lara， 她非常了不起。
他有一个非常成功的电视节目，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合。此外，那位伟大的你在电视上看到他令人难以置信。麦莎史蒂芬，快到这里来，伟大的史蒂芬米勒，我们喜欢史蒂芬吗？史蒂芬在哪里？过来，史蒂芬，我喜欢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哇，川普，川普，川普！没有人比史蒂芬米勒更聪明或更强硬。史蒂芬来说几句。谁在享受美国的100个黄金日？特朗普总统实现了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边界。他在打击暴力犯罪，在打击贩毒集团，在减税，在减少浪费开支，在清理腐败，在对抗激进左翼，在对抗共产主义者，并且他让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特朗普总统将永不停止为你而战，你的孩子们，还有你的家庭。特朗普总统将确保在这个国家不是非法移民，不是罪犯，不是帮派分子，而是美国公民永远是第一位。谢谢，感谢特朗普总统，感谢您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是的，特朗普，这个特朗普人很棒，他很特别。从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是吧？他很出色，一个为我举办了大约928场集会的人，我们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贾斯汀·卡波雷尔，贾斯汀，谢谢你，无论你在哪里，他可能在后台工作。我们确实做了超过900场，谢谢你 ，Justin。马丁，有人认识马哥吗？美丽的马哥，我称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摄影师。马哥在那里，马哥很棒。你在哪里，马哥？而且他其实很害羞，他既美丽又害羞。谢谢。在哪儿？在哪儿？马哥，过来这边。马哥，过来吧，快来！你必须得，这是最美丽的照。现在看，我不能说这个，这是我政治生涯的结束，但我还是要说。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摄影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最美的。特朗普2028怎么样？人们都喜欢马克。那么卡罗琳呢？卡罗琳过得怎么样？卡罗琳最近怎么样？卡罗琳在世界上掀起了风暴，她成功了，而且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但他一直在 CNN 上为我辩护，而且他为我辩护得很好，但他不能走得太远，因为如果他走得太远，他会被解雇。我说啊，你太棒了，你可以做到极限，他确实做得很好，他不被允许再往前一步。你知道的，如果他真的很疯狂，那他可能会被解雇，但我认为他很出色。斯科特站着是，斯科特在哪儿？你在哪儿？斯科特，过来。斯科特，这家伙真的，我看了他多年，我不认识他，但他喜欢特朗普。过来，斯科特，CNN， 这是斯科特的重点。不，谁在乎呢？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斯科特，斯科特站着是，真的很好。谢谢，谢谢，谢谢。密歇根，我们今天飞过来的时候，我说看看这些农场，我得在密歇根买个农场，因为当你拥有像我一样多的自由派时，你得找个地方安置他们。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 ，Scott。我也想感谢密歇根州共和党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国会所做的工作，他们正在华盛顿为这项大而漂亮的法案努力。这个我想我们会把它命名为大而漂亮的法案。在100天内，我已经采取了1000多项行政行动，我可以整晚列举我们的成就。顺便说一句，你刚才看到我做了什么吗？习惯，我消灭了这习惯小东西。它是个小东西吗？你的水槽，你有没有试过买一个新水槽却没有水出来？你的淋浴喷头、你的马桶，整个东西就是个灾难。我们现在让你可以随心所欲用水，因为这不是一个环境问题，
有些地方无法排掉他们的水，但他们却加了限流器。你过去可以把他们拿掉，但现在不行，因为他们被旱死了。但现在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水龙头，特别是我。我喜欢洗澡时水滴大滴大滴流到我浓密的头发上。我需要很多水，我需要我能得到的一切。我不想在淋浴下苦苦试图让水流出来。是的，所以我们打开了淋浴喷头、水龙头、马桶、洗衣机，这些不给你水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已经开放。如果你愿意，我们也会提供燃气烤箱和燃气炉灶，再也不用电了。如果你愿意，可以用电。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更喜欢煤气。你应该卖掉你的煤气炉，或者把它，我不知道你卖给谁，也许卖给另一个国家，因为我们是唯一一个会这么愚蠢地这样做的国家。但是现在你可以随便用煤气炉，在你的厨房里放4个，我一点也不在乎，这都是常识。你还记得人们对此有多愤怒吗？他们都很生气。把你的燃气召唤掉，你的用电的电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令人亮牙？顺便说一下，埃隆造的车很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你知道他们都说，哦，好吧，特朗普可能受到埃隆的控制。你觉得埃隆对结束全电动强制令满意吗？我不认为他会太高兴，但他是个好人。你知道，说真的，他从未说过什么。他说让我公平竞争。顺便说一句，他们对他所做的事情也不公平，真是可耻。那真是个耻辱，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确实帮助了我们。你知道他们在浪费、欺诈和滥用上节省了1500亿美元狗狗币，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他是个不可思议的人。任何能让火箭着陆的人，我看到这个东西来了，我说你开玩笑吧，这火箭要来了。你知道他们大多数都直接掉进海里，但他成功着陆了。我当时正在和某人通电话，我看到这东西降落，失去控制的旋转，下降全都在燃烧，着火，看起来像地狱。我说好吧，又是一枚火箭掉进海里。然后突然之间，你看到引擎喷出火焰，它开始减速，慢下来，然后直起来，再往边上移动一点。然后我说不，他要撞到他家了，他要撞上了。你知道的，发动机把它拉直，就像你拥抱你美丽的小宝宝一样，对吧？我就说这是谁搞的？是埃隆。他说如果每次飞行都要把价值10亿美元的机器扔进水里，那就不算是太空计划。你的把那些东西就回来。所以他做到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他爱我们的国家，也爱你。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来帮助，但我感觉这对他来说最终会有好结果。我真的这么认为。我成立了新的总统委员会，让美国再次健康，由我们的新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小罗伯特 ·F· 肯尼迪主持。他做得很好，对吗？奥兹医生。他做得很好，他有点不同，但我要告诉你，他是个很棒的人，他是个伟大的人，他热爱这个国家。就在上周，鲍比宣布，我们将从食品供应中禁止8种主要的人工色素。对我来说，听起来不错。是的，在第一天，我创建了那个现在非常成功的政府部门，效率部由埃隆领导。那时间大事，数字真的很让人狗狗比，所以那时间非常大的是，我们终止了被称为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做一洗钱骗局。那些流出去的钱怎么样了？那些钱呢？数十亿，他们给个人发放了数十亿美元，你能相信吗？一些一无所有的人得到了10亿，一个人得到了20亿美元，20亿用于环保。在银行只有100美元，他有20亿美元，不是200万。你知道200万已经很多了，20美元就已经很多了，但还算可以。20亿美元，我们只是所有联邦工作人员亲自回到办公室，否则不幸的是他们将被解雇。你被解雇了。是的，哇！你知道有些人在所谓的在家工作期间，把他们的高尔夫差一点降得很低。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家工作，
谁会在家工作呢？你怎么在家工作？家吗？他们太糟糕了。而且我们发现他们中有很多人有第二份工作，他们只是在糊弄我们，他们都在糊弄我们。外国真的是在糊弄我们，无论是在军事方面还是在贸易方面。但我们停止了这个，并且正在继续停止。我退出了不公平且荒谬的巴黎气候协议，在该协议中，我们正在支付数模亿美元。我们本来会花费难以置信的数字。而中国不会花费任何东西，俄罗斯不会花费任何东西，印度不会花费，但我们会花费超过1模亿美元。我退出了腐败的世界卫生组织，我们支付了4亿7千万美元，而中国其人口比我们多得多。谢谢，在哪里让我们这个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人口规模。拜登领导下允许了这么多人进来。但假设是3亿2500万，中国是10亿，我们支付了4亿7千万美元，中国支付了3900万美元，但中国在操控整个局面，所以我说不谢谢，我退出了。他们提出让我以3900万美元重新加入，我仍然拒绝了，因为这有点像骗局，我不喜欢。拜登回来后，他签署了协议。他们知道我们本可以签3900模糊少。他回来后又签署了和之前一样的协议，几乎是5亿美元。现在这是一大笔钱，但与他们浪费的数模亿美元相比，这不算什么。但这就是这样。他们知道可以用更少的钱签约，但他们甚至不在乎，好像他们根本不想谈这个。你在谈论4亿5千万美元的差距，但他们第一周就说不，我们要回去继续签约。好的，我能理解，但你进去是3900万，他们本可以达成3900万的交易，他们签了4亿7200万的合同。我退出了反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是令人厌恶。在3个月内，我的政府让46名被拘押在国外的美国人质和公民回国。我们没有支付任何费用，我们不付钱。你知道的，如果你付钱，绑架时间就会大幅增加。我们不付钱。每次拜登把人带回来，他们支付了60亿，3次，他们带回了3名人质。怎么样啊？我觉得这是个公平的交易。我们支付了多少？60亿美元。等一下，3个人60亿美元。这不对，我是说，这就是不对。他们毫无头绪，说实话，非常无能、愚蠢的人。在几周内，我们带回的人比拜登几年带回来的人还多。拖了一大笔钱，而我们谁又都没花。我们让墨西哥交出他们国家中29名最大的贩毒集团头目。我们正在向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收费。由于他们允许芬太尼进入病毒害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征收大额关税。他们为此支付了很多钱，因此你看他会停止。他已经在减缓。在6周内，我们也抓住了导致13名美国军人遇难的袭击事件的恐怖分子，这被称为 Abbeygate。我了解了他们，我非常了解那些家庭，他们很受打击。在从阿富汗的在南信撤退期间，并带来了，我们把他带回家。我的意思是我们把这个人带回美国。我们抓到了那个干这件事的人，我们抓到了。他们找了好几年，但我们抓到了。这需要我们去抓他。我们在第1个月就抓到了他。谢谢。把他带回国接受法律制裁。这种严重失职可能促使普京发动攻击。乌克兰因为他们从来没打算，这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我当总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连一点机会都没有。我们结束了执法武器化，并解雇了乔拜登亲自挑选的这些是支持犯罪的美国检察官，除非是像我这样的政治人物。你知道我被调查的次数比已故的伟大阿尔方斯·卡彭还多。阿尔卡彭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黑帮老大。如果他和你共进晚餐，如果他不喜欢你，你就完蛋了，你就变成死人了，你会被埋在某个地底下。
或是在某个正在建造的大楼或体育中心下面。我花在接受调查上的时间比阿方斯·卡彭还多，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这样吗？我不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我们撤掉了腐败的高级联邦调查局官员，他们错误地把资源派给特警队去对付祖母和1月6号的拘留者。看他们对这些1月6号拘留者做了什么？他们对接管波特兰和西雅图的人谁都没做。他们确实接管了西雅图的大部分区域或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你还记得那个灾难吗？他们说不，这是一场和平集会。那个 CNN 的疯狂主播那家伙大概有个蚂蚁的个性，这不是个适合上电视的人。他说不，这个集会是很和平的，然后他被砖块或其他东西打到了。他的肩膀上方明尼阿波利斯的整个天际线都在燃烧。你记得那次吗？整个天际线都在燃烧，而且我的小心，因为就在那边的那位先生，他是世界历史上烟膏最大的购买者之一。麦克林德尔没有比他更好的购买者了，他来自明尼苏达州。不，恭喜，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烟膏购买者。如果他买了我的烟膏，我可以多加10倍的烟膏。从来没有没有那个电台没有枕头烟膏，但他很棒，他做得很好，他有一个漂亮的新妻子，所有那些事情我为你感到骄傲。看看他牵着手，还在牵着手，我很骄傲，这很好。通常到这个时候，通常我认识的很多人，麦克到这个时候就结束了。看看你们牵着手，我喜欢那样，我看到了。我赦免了数百名遭受严重虐待的政治犯。我们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司法部工作组，专注于反基督教偏见，这是个大问题。我撤销了那些因亨特·拜登的地狱笔记本电脑撒谎的可耻情报特工的安全许可。记得那台地狱笔记本电脑吗？还记得那个地狱笔记本吗？当时有51名特工，他们说是俄罗斯干的，俄罗斯干的，俄罗斯干了所有事，俄罗斯干的，就像是可怕恶心的东西。你还没看到最糟糕的部分，但它确实是那个笔记本电脑。顺便说一下，纽约邮报的一位非常聪明的记者写了一本书叫《地狱之笔记本》，你应该读那本书，那本书真的，他告诉你事实。好的，他告诉你事实。芙蓉女士，那个优秀的蒂凡女士，她写了一本非常出色的书，实际上是《地狱之笔记本》。我们还取消了拜登犯罪家族和乔拜登本人的许可，因为他腐败。我禁止了所有政府审查，并恢复了美国的言论自由。我们有言论自由，我们以前没有言论自由。我终止了所有所谓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武力行为。整个联邦政府和私营部门，我将其定为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即只有2个性别，男性和女性。而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这是我遇到的最简单的问题。我禁止男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你知道他们总说这是个80对20的问题，不，我认为这是个97对3的问题。我也自豪地禁止了使用青春期阻断剂和其他化学剂手术。什么？所有这些对未成年青少年的伤害，我全部禁止。我签署行政命令，从我们的学校和军队中废除关键重组理论和变性疯狂。我们接顾了军事院校中的觉醒董事会，我们有优秀的人在管理我们的军事院校。现在我一直是将被拜登疫苗强制令开除的爱国这种新案指导我们的军队，并给予全额补偿。在多年为达标后，我们的军队突然有了30年来最佳的招募数字，每个部门都在创纪录。现在好好想想，6个月前你和我还在看没人想要参军，对吗？现在我们刚刚创造了一个纪录，招募已经停止，
现在有很多人想加入我们的军队，我们还有警察和消防员的候补名单，因为我们国家又有了精神，我们有精神，我们的国家重新拥有伟大的精神。上个月，我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命令，开始取消联邦教育部，并将教育归还给密歇根州的进程。我们要把它还给各个州，对吧？我们要把它交还给我们的各个州来管理。我是说，我们能有多差呢？我们好像在最后一名。如果他们做得不好，你们会做得更好。不过我认为他们会做得很棒，我认为他们会做得很棒。我们准备好了，我对此感到非常自豪。顺便说一下，琳达·麦克马洪正在做非常出色的工作。我签署了一项命令，规定英语为美利坚和中国的官方语言。我命令公开所有与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总统与此有关的剩余档案。现在所有的档案都已公开。我把墨西哥湾中心命名为美利坚湾，这让我在墨西哥非常不受欢迎。我们正在将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恢复为伟大的总统威廉·麦金利的名字。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总统。你们意大利人会喜欢我的，因为就在昨天，我恢复了美国的哥伦布日，特别是为了那些因为取消而受到很差对待的意大利美国人。我还签署了一项命令，要求在美国选举中投票必须提供公民身份证明。那很简单，好了，民主党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不想要选民身份证明？因为他们想作弊。为什么他们不想要国际证明？我们不需要，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不，他们想作弊，他们只想这样做。想想看，没有选民身份证，在密歇根州，你绝不能允许排名选择投票出现在这里，绝不能。我们在14周内完成了这一切，记住这一点，100天，我们完成了我提到的所有事情，还有更多。我们正在计算这会更好，等着看我们正在做的一些事情的结果。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内，我们将通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其中包括对消费免税、对社会保障免税、对加班费免税。它被称为大而美的法案，将成为我们国家历史上通过的最大法案。它将包括最大的减税、削减法规、军事优势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我们将削减超过100亿美元的浪费和不必要的支出。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一切都将完成。我们会有一些你难以置信的东西。我们将结束通货膨胀，削减这个通货膨胀，提高工资，给你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这就正在发生。通过我们的税收法案普通家庭的税后收入将至少比几个月前多5000美元。我们将永远保护我们的伟大老人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不削减，并且我们将捍卫那些伟大的人们的医疗补助。有需要的人，众议员共和党人正在努力在医疗补助计划上投入比我们目前更多的资金。我们唯一要削减的是那些利用非法计划贪腐的任何行为。所以我们希望为最弱势群体，我们的孩子、孕妇、穷人和残疾人保留 Medicaid。我们将全面而永久地保障我们的边境。我们将对美国军队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投资，并建立金色穹顶岛单防御盾，那将保护我们，让我们过上漫长而美丽的生活。它将在密歇根制造，并且在这里制造。美国1小时前，我刚在塞尔弗里奇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发表演讲，宣布我们要拯救它，保持开放，包括数千个工作岗位，还要引入全新的最先进的 F-15战机，他们即将到来。我们将打击暴力犯罪，为我们的警察提供他们非常需要的支持、保护资源和尊重。我将捍卫宗教自由，我将捍卫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我们将庆祝
2026年美国建国250周年纪念日，我们将教导我们的孩子热爱国家，尊重历史，并始终尊重我们伟大的美国计划。不久的将来，美国宇航员将把国旗插在火星上，那将很快实现。在我政府的每一天，我们将继续秉持口号，承诺一座你们之前也见过，承诺从马凯特到米德兰，从麦基诺到萨基诺，从兰辛到这里的马可姆县，我们站在热血的密歇根爱国者的肩膀上。多么伟大的人们！我爱你，密歇根！是谁啊？铺设了铁路，工作在公汉，耕种田地，锻造钢铁，奋战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建设了汽车城，使这个州成为最大的骄傲。美国中西部，你知道吗？我们会让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这已经在发生。你看到什么正在发生？密歇根州是发明了流水线猫头音乐，通用汽车克莱斯勒的州，让世界开上了汽车。在我们的领导下，我们每天都在让它更伟大。密歇根的汽车行业很快就会实现，这很快就会发生，它已经在发生。他们正在到处签约。由于我的税收和关税政策，这些都是常识和天才的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强、更好。它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而且差距将非常大。公司将会回归密歇根州，是像你们这样的勤劳爱国者建设了这个国家。而在2024年11月5日，正是像你们这样的勤劳爱国者拯救了我们的国家呀！因此，感谢你的帮助、你的爱和支持。经过100天重返白宫，美国再次成为一个自由、骄傲和主权的国家。我们辉煌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你无法想象、了解它的接近程度。我们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在上帝之下的光荣国家。我们永不屈服，我们永不放弃，我们永不退缩，我们永远不投降。我们将战斗，战斗，战斗。我们将赢得胜利，胜利，胜利！我们将共同让美国再次强大，我们将让美国再次富裕，我们将让美国再次健康，我们将使美国再次强大，我们将让美国再次自豪。我们将让美国再次安全，我们将让美国再次伟大。我爱你们，密歇根，我爱你们，玩得开心。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你，谢谢你。